有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是使用这个Pixel 5的一些 5A 1年多一个分享感受，还有一个推荐哪一种样式的人去购买这款那个谷歌的手机哈。我有一个列表记录下来，所以听我这个到来。最后视频的最后呢，我会把这个总结下来，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购买这样的手机，什么样的人可以不用去考虑了。OK，这个第一个哈，这个我现在是带着这个 case，第一个是维度是那个一共下来能有十几个，然后我会在那个视频的 chapter 那个地方加上相应的时间轴，这样大家可以直接跳到感兴趣的地方。比如说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如果是看手机测评的时候，我有一个怪癖，我就喜欢第一个就是一键先切到 camera 那个 session，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是跟我一样的？有的话请那个扣一，因为我买手机的话，最重点看重的就是它这个 camera functionality。第一个说这个 display 哈，这个 5A 虽然是当年的一个就是经济型的一个机器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屏幕做的，我觉得是可以的。用那么少的钱，我这个是一个6G 和128的一个组合，还有这个 5A 这个系列是现在不能扩容，你多少大的容量就是多少大的容量。我不知道其他的还没有感受过 fancy 阶级的，比如说7呀，或者是7 Pro 啊，有感受过的小伙伴，就是可以在评论区让我们都了解一下有没有可以拓展卡什么的。然后第二个就是 processor 这个是我一会儿会放一个那个它这个各个维度的一个叫技术 specs 技术这个指引表吧，上面每个参数都是多少，对，叫参数表。然后它这个 specs 呢是 Snapdragon 765G 的，现在最新的这个已经是 Google 的一个 processor，7A 的是什么？Anyway，那个不是我关注的重点。然后 GPU 也会在那个技术表上，RAM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它只有6G 的内存，不可扩。现在这个7或者是7系列的都是8，然后心里有一个大概的念想就行了。然后电池呢？电池我一般是经常充着，也没有觉得掉电太快。3800毫安，什么 wireless charging 啊，我都不需要那些 useless 的东西，我就是只要线就行了，只要有这一个功能就行了。我从来没感受过什么 wireless charging，不重要。然后最重要，我买这个手机最重要的就是看中它的一个照相功能，因为我知道业界出名了，它的那个 hardware 和 software 结合起来，就把你这个照片就是可以，就感觉就是怎么说，提高一个维度吧。就是那种感觉，用下来呢，确实还是这个谷歌原生态这个照片系统，这个确实很厉害，不得不说。但是跟 iPhone 也是有一比的，有很多测评就是把它两个手机，我这个没有办法，我现在用这个 iPhone 录着的。那个就是把它两个手机在一起，然后就是测评各个角度都拍一个东西，然后去看具体参数有什么色值的变化，或者都拍天或者都拍地的那种。你可以去找找那种详细的测评。反正这个照相机这块儿，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一般是后置的摄像头会好很多，前置的也 OK 吧。我就是照一些定时自拍，那个时候 my favorite 前置的定时自拍，这个功能太有用。然后前置后置都 OK。然后是 audio 这个，我觉得这个它的声音不小，就是不插耳机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公放出来，我都觉得不小，可以听得到。然后还有正好测试一下，Hey Google，Play News。From DW Newsbrief at 1 p.m. today. This is DW News, and these are our top stories. Nigeria is pushing for 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the coup in neighboring Niger. A spokesman for Nigerian President Bola Tinubu said he wants to avoid military intervention. Nigeria will chair Thursday's meeting of ECOWAS. 听到了，这个声音还是 OK 的。这个就是我为什么第二点为什么要买一个谷歌的电话，我就是为了听这个Google Assistant 早上起来播着一系列新闻，因为这个新闻列表是你自己可以编辑的嘛。
然后你就可以哪个国家的比如说法国或者是什么德国的、加拿大的，每个国家都选几个 channel，然后就是它就一直在播，然后你早上洗漱的时候就可以一直在听这些新这个 functionality 不可以，这个东西不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原来我都考虑过要买那个 Google 的那个小球球、小煤蛋一样的那个 Nest，那个是我在学 Airbnb 的时候看到 host 家有一个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也蛮好，但是跟这个 phone 比起来，这个还有我最喜欢的拍照功能，所以我还是买这个手机了。这个手机我的购买渠道是，接下来就是购买渠道，是淘宝。我是在一个专门卖谷歌手机的店里，他家没有卖别的品牌，应该是广州的一个店家卖的淘宝。然后下一个是 connectivity 信号，连 WiFi 的信号。哎，讲到蓝牙 connectivity 那个问题哈，这个我正常在家里用无线网或者是出去游的时候很少，因为呃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除非那个你家的路由器 handle 不了这种很多承载很多个设备的状态，那就是要找路由器的问题了，而不是找手机的问题。OK，这个，然后接下来是看到这一块了吗？这个地方有一个孔孔。哦，这是很少还可以继续用这个耳机插孔的手机，估计应该已经断代了吧？So，这个 case 是在那个拼多多上买的，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这个 case 周边呢，没有什么选择，就是几个纯色的颜色。So，那个，如果你是每一周每一天都要换 case 的那种人，我估计这个手机承载不了你对它的希望。OK，下一格是 software 就是它经常会更新，什么谷歌自带啦，有的没的，这个就是这不是你要担心的事儿。还是用起来还是很丝滑。然后接下来是 material 和这个颜色，颜色我这个5A 只有它这个颜色，我觉得这个谷歌这个 designer 这个颜色怎么选？不是什么绿就是什么黑。你看我这个像那个怎么说叫什么草绿啊？我的天呐，这真是难以形容的颜色，很难以形容的一个颜色。接下来重量183克，我觉得拿起来还行，比 iPhone 是要沉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讲到重头戏了，这个已经是它的讲到重头戏就是它的3个大 bug，巨型 bug，我觉得应该是存在是所有的Pixel 系列的手机里，所以想买 Pixel 系列手机的小伙伴也要注意了。我这个是才从那个深圳那个原来我买家的那个地方换的一个屏幕，是650块钱一个整屏。之前出现的症状就是用着用着可能是太高温了，它经常会出现高温的提示。如果是晚上睡觉没关呢，就让它常在那儿播着。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开着那个 Brave 浏览器，听着那个《老友记》，它有自动那个往下播循环的那种东西，所以就很热很烫。然后可能转了几天以后，它就整个就是有一天听着听着新闻，它整个机表面全部绿屏了，然后再开启也开不起来了。我上网找了这个很多案例怎么处理这个事儿，据说许多 Pixel 方都不光是5A，6也有发现这种事儿的，7也有发现这种事儿。这是第一个大 bug，经常绿屏，然后就起不起来了。还有个人就是网上 YouTube 上那个人，就是在按摩它，一直在给他按摩，然后或者是放冰箱里。这个招真是太多了。然后说回来，这个是第一个大 bug，绿屏。然后第二个大 bug 就是，当你想用后置摄像头去录制 4K 视频的时候，没等录1分钟，它就在这个天气夏天没等，我感觉可能录20几秒，它整个就是不工作了，就直接从那个APP 里退出来，然后就说你这个手机太热，你这个给你一个提示，你这个 temperature 太热了，不能继续录了。然后一个影像也没有录上，这个我已经经历了至少5次了，就最近，而且我去查了一下，这也是 Pixel 系列的一个弊病，就是他说是 4K 是那个标着的那个参数列表上都标着，但是 4K 你没有办法用，
除非你在严寒，或者除非 another thing， 除非你可以随时 access 冰箱，就是走到哪都可以给这个，或者是背个冰包，走到哪都可以给它扶上，太夸张了。太夸张，为了用这个 Pixel Phone 容易嘛，我有的时候出现那种状况，我就马上给它丢到冰箱里，让它冷静一下。所以，这个有了这个手机，你就知道这个冰箱这个东西是有多么的重要。然后 next 这个是第2个 bug， 就是 4K 这个。下一个是 customer service 这个 bug， 他们这个客服昨天就好奇，然后让他问了一下我这个 4K 弄不了，他想怎么去解决的这个。我也知道可能他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然后让我提供什么 IMEI 的号，然后鼓弄半天查半天。我说你们香港有没有那个像那种service store， 我可以把它邮过去，你给我修好以后再给我拿回来。然后他跟我说经过查询，你这个机型的 warranty 就是保修证是在美国出示的，应该是这个美版机吧，就我明白应该是这个原理。然后呢，他说你这个东西我只能寄回给美国，然后从美国你把你的机器寄回给美国，然后在美国那个检修点检修或者是更换，然后再邮到美国。我说我人根本也不在美国，你老让我把东西邮到美国，然后再给我邮去美国。我说这个是什么道理？他说啊，对不起，因为你的这个保修证就是在那里的，所以只能在那边保修。说这个机型好像只有美国和日本出品过，所以只有这个2个方式可以选。我就 shock 了，我靠，这个和苹果的这个 customer service 差距不是一个 level， 不可同日而语啊！真的是，就是这个从客服这个角度来说，所以3个大 bug 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 4K 摆设后置摄像头，夏天时候用不了摆设。第2个是这个 customer service， 就是说不明白，你也没有什么 service， 对不起，没有什么 service。第3个就是经常你要承担着可能会绿屏的这个风险，到时候你就需要去换屏幕，这么一个风险。我是没用到1年以后就去换的屏幕，所以这几个可能都是 Pixel 系列的通病。如果你也是在中国大陆购买的这个Pixel Phone 的时候，买这几个之前要考虑好。然后最后就是这个视频，哇，这个真是我常年累积下来的一个 summarize 1年时间。然后最后一个这个适合谁呢？就是一个是适合用这个手机，绝对是适合做备用机，因为 5A 现在可能是不知道有没有卖的，但是我估计也就1000块左右，跟我这个一样的配置，这个是一块。然后备用机，再一个第2个就是那个谷歌这个原生系统的爱好者，就是喜欢用安卓的这个原生态这个东西，而且就是Access 的一些软件也很多，VPN 的软件在安卓上就很好，很容易找到一大堆一大把的那种。对，这个安卓系统原生态的，还有是谷歌的迷妹迷弟们，就像我。第3个就是谷歌迷妹迷弟们，就是一定要想感受一下谷歌的手机。我好像是从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用过那个叫什么 G Phone G1 呢？我那个手机还被偷了。哇，我真的好喜欢那个手机，是那种推盖式的。有用过的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应该是谷歌的第一款手机吧。然后这个迷妹，然后第4个就是像我这种重度喜欢就是拍照的好看的那种成像色彩非常接近自然，然后就是在业界就是这个拍照色彩呀，或者是软件，就是整体出来那个照片是符合踩在我审美标准，不是过曝，又是不是非常那个浓墨重彩，搞得 everybody 像杀马特的那种，就是接近天然自然的那种状态，而且非常 effortless 的那种，很不经意的就非常发疯的那种状态的照片。对，这个就是照片拍照的有一定要求的，就是这4点。我看看哈，我自己看了一下哈。第一个备用机符合 check，安卓这个系统，安卓有没有
反正和我这个苹果区分开来也是很好的 check。然后谷歌的迷妹迷弟 check，然后照片 check，而且还是最后一个第5项价格，但是算修手机下来的价格，你要重新掰，就算修屏幕加一些的价格，我觉得我也是 OK 的 check。这我这是招招都中了。大概就是这样了。那个，希望这期视频会给你未来的 Pixel 之路那个披荆斩棘，知道自己花了这些钱花在哪里，感受到什么样的 technology，得到了什么样的用户体验，然后留下了多少美好和痛苦的回忆。OK，that's it。